这场戏这个剧本呢还是如期上演了，只是说沾满鲜血的这把刀居然是来自中国的，什么意思呢？川普一上台，果然就真的出现了一个叫做 DeepSeek 的黑天鹅。这暴涨了1年的美国科技股呢，就真的在一夜之间直接血流成河了，直接蒸发了1万亿美金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美国欠的钱呢，每年单单是还利息都要还1万亿美金，而现在美国国库里面有多少钱啊？就7000亿美金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国库里面的钱连利息都还不上，对吧？而现在告诉你，美股一夜之间呢，就蒸发了1万亿的美金了，等同于这个美国欠的还不上的利息啊。那什么叫做蒸发啊？就是凭空消失了，不见了。所以这些钱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呢？而现在美国暴跌了之后，就马上出现了反弹了。那这到底是不是我们抄底捡漏的报复机会呢？还是说暴跌才只是刚刚开始呢？大家好，我是小医生。这个世界玩的是什么游戏啊？交易嘛。今天我用2张纸换走了你家最新的法拉利，那我就赚了，你就亏了，对吧？只是说我们不会直接拿2张纸去换一台法拉利，就是我们不会直接以物易物，而是说我们会把这2张纸卖出去100万美金，然后再用这100万美金去买走你家的法拉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其实跟一家公司是没什么区别的，出口的越多，卖出去的东西越值钱，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可以买回来更多的东西。那么问题就来了，美国去年的贸易逆差呢就接近1万亿美金了，也就是说，美国它在其他国家买东西花出去的钱呢，比它卖东西赚到的钱多出接近1万亿美金啊。那这个是不是代表美国一直以来做的交易、做的买卖都是亏钱的呢？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过美国，根据这个经济学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出美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呢？因为它每年花钱比赚钱多嘛。但真相好像又不是这样的，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卖的不是货，也不是产品，它卖的还真的只是2张纸。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50年前美国赚回来的钱里面呢，有超过20%是靠这制造业赚回来的。就是比如今天美国赚到了100亿，里面呢有20亿以上是因为他把这个飞机把这个车弄出来，然后卖给了其他国家赚回来的钱的，这叫什么？辛苦钱啊。而到去年呢，制造业只占了美国 GDP 10%左右，就是说美国不再赚这些辛苦钱了，工厂都关门了。为什么？因为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它赚多少钱和花多少钱其实是不重要的。我们是怎么算这个马斯克有多少身家我们不是看他 Tesla 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手上 Tesla 的股票，如果说卖出去值多少钱同样，我们去看马斯克有多少现金在手上，其实也不是看他公司赚了多少钱了，而是看他借了多少钱所以说美国贸易逆差，也就是他跟全世界做生意亏钱，有很重要吗？他卖的本来就不是货而是2张纸一张呢叫美股，一张呢叫美债，也就是金融今天Nvidia 利润是不到1000亿美金的，但就这一家公司的股价呢，2年就翻了9倍，暴涨了3万亿美金你美国卖什么货，2年能卖到3万亿美金呢？今天美国国库的钱连利息都快还不上了，但美国却借走了全世界36万亿美金你美国要收多少税才有这么多的现金呢？但是问题就来了，前几年美国升息，全世界的钱呢都流进去了美国嘛，但是最后美债卖不出去了，美股呢却涨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钱到最后其实呢是流进去卖美股的，也就是资本家的口袋，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口袋这又代表什么呢？这一次美国科技股带动的暴跌呢，很多人说是因为中国发明了 DeepSeek， 就是大家都在担心中国发展这 AI 的速度可能跟这美国一样快，甚至超越美国了。但问题来了，这 DeepSeek 早就已经在去年5月发布了，为什么现在才出来讲这个事情呢？而且让我们关注这件事情呢，不是因为我们看了什么抖音小红书等等的，而是因为扎克伯格之类的美国科技大佬，还有美国的新闻媒体，他们在同一时间一起出来讲这件事情。这个又代表什么呢？最重要的，我一直说的，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华人勋，他们早就在去年开始掏钱卖股票了。他们真正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想要保护自己这么多年辛苦赚回来的这些钱，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棋子，
或者说是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借这个局把你的钱越滚越多，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呢，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呢，你会发现这些美国的科技大佬他们是怎么评论这个 DeepSeek 的，就是说 DeepSeek 是抄袭的，里面的资料呢是窃取的，还有他花的成本呢根本不可能这么低，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大佬基本上没有说过 DeepSeek 它的能力是有问题的，这代表什么呢？在消费市场上，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名牌包包被抄袭了，然后这个抄袭的包包呢还卖得很便宜，那么这只能说明这是个假货。我们去消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去抵制这个假货，但现在我们这个叫做资本市场啊，我们投资人呢其实不会管它是真是假的，我们关注的，我们想要听到的是你告诉我，中国生产的这个 AI 它的技术和能力是不是已经追赶上了美国了？而这些科技大佬呢却没有否认啊，甚至在开始的时候呢，有的人还去夸这个 DeepSeek。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股市一直以来都是长期上涨的啊？为什么去年的美股卖得这么好，涨得这么厉害啊？以前我们的祖先呢都是农民嘛，然后呢他们每天都在耕田种菜捡牛粪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就直接发明了蒸汽机，然后把这个蒸汽机呢传到整个西方，所以那边的人呢就直接从农地进入到了工厂。简单来说，就是以前工作呢大家都是靠人力的，但这蒸汽机出现了之后呢，就可以制造出很大型的机器，用机器来工作。这个呢就是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因为英国弄了个蒸汽机，它垄断了这个技术，所以呢就殖民了很多国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就是你在坐马车的时候呢，英国人已经坐火车坐船了，你想想打起仗来怎么打啊？那么后来美国跟德国那边呢就搞起了第二次的工业革命，直接把这个电还有石油普及起来。就是在我们电灯发明之前呢，大家只在早上工作嘛，电灯发明了之后呢，就有了我们现在的夜生活嘛。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用起了家电、汽车，还有我们会用电报来通讯，所以美国跟德国呢就直接超越了英国了。再到后来呢，美国那边再搞起了第三次的工业革命，把这个电脑也弄了出来了，然后还搞了个互联网，直接成为了现在的世界霸主。所以你发现了吗？哪一个国家先完成了这个工业革命，它就可以垄断了这个技术，然后它的经济呢就会去转型。就是说以前大家在农地上班嘛，然后呢到工厂上班，现在呢在办公室里面上班。如果你的国家现在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农地上班的话，但是我们已经在办公室上班了，那么你的经济就会被我们碾压嘛。军事啊、教育啊也一样的。也因为这样，为什么美股可以长期上涨啊？就是因为美国透过这个工业革命，基本上呢已经垄断了现在的科技、军事、金融还有教育了。那么你是资本家，你会把你的钱砸进去美国还是非洲呢？所以美国它只需要把自己家的债券或者是公司的股票卖出去给全世界，就可以赚钱了。这就是美国可以把这2张纸、2张凭票卖出去，还卖了这么贵的逻辑啊，也是为什么我们投资会优先选择美国资产去投资的原因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不是美国人，所以呢，我还是去买本地的股票、本地的投资品嘛。也就是说，今天你有100万，你可以投资美股，但你不去投，因为你是生在非洲的，活在非洲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投资非洲的股票吗？我不是说不可以，毕竟本地的股票你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但我说的是优先投资，一定呢是美股的，因为美股胜率会相对高很多，但是这基数是可以被追赶的。比如说英国以前呢叫做日不落帝国，全世界呢都有它的领土，任何时候呢它的领土呢都可以看到太阳的，很强大，对吧？结果霸主的地位呢就让给了现在美国，就是因为人家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现在美国也一样，如果有一天假设这中国优先完成了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么美股和美债就很难卖出去了，因为资本的钱呢到时候就会优先投资中国。所以美国想要继续的去卖这个美债和美股呢，就必须要先包装一下，也就是发动第4次的 AI 工业革命，并且要为这个 AI 革命呢建立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都在告诉你，未来不到5年、10年，可能呢就没有司机了，因为呢都是自动驾驶了。又比如说，以后我们生病了，替我们看病了，都将会是机器人了。
反正就是以后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将会被这个机器人或者是 AI 取代。这代表什么？就是告诉你，如果这个 AI 革命成功的话，那这就会跟以前大家从农地走进工厂一样，整个经济的结构就会完全被颠覆了。甚至再夸张一点，以后大家打仗，我用机器人跟你打，你用人命跟我打，机器人挂了，我不用给他抚恤金，对吧？那你怕不怕？你要不要发展 AI？ 所以呢，这就是跟你洗脑，第4次的工业革命就是 AI 革命。然后呢，再告诉你，这一次 AI 的革命呢，大概率也是由这个美国完成的，因为美国呢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你会发现，现在 AI 最先进的模型或者是演算法都是在美国比如说 OpenAI 还有 Google。你想要研发这些模型呢，你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数据或者是资料，而最重要的就是显卡，因为再多的资料和数据呢，也需要这个显卡来运算的。那么显卡也是掌握在 NVIDIA 还有 AMD 这些美国公司的手上。所以今天你想要做 AI， 首先不管你能不能研发成功，你都要先无脑的砸钱进去，因为你要去买显卡嘛，你要去研发模型嘛，而且还要付天量的电费嘛。这些烧钱模型是不是只有全世界那几家大企业，也就是美国的微软 Facebook 才有钱、有资源、有人才、有能力去做而且这并不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你砸钱进去就可以的。比如说你中国今天搞 AI， 但显卡在我美国手上，美国呢就可以限制把这些高端的晶片和显卡出口给你中国，限制你的发展，对吧？这个就是护城河。所以一直以来能发展 AI 的就只有美国跟中国，但大家都觉得美国在 AI 至少领先了中国5到10年。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把这个钱投进去美国 AI 呢？你会发现这些年美国在 AI 烧了无数的钱，但实际上这些 AI 每年都是亏大钱的。就是说你去年投了100亿进去，他给你呢就亏了80亿，然后呢你今年不但还要继续再投100亿进去，你甚至呢要加大你投的钱，加到150亿，然后今年呢他就给你亏掉130亿，但是你还是要继续的去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不继续投的话，你前面投资的钱呢就真的回不来了。也就是说这局呢一旦你进去之后就很难出来了。所以很多人都说OpenAI 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也确实如此因为它配合美国的资本去演了一场戏，告诉全世界美国是最有可能完成 AI 革命的，所以呢就吸走了全世界的钱去了美国了，让美国那些最顶尖的企业，他们都可以很轻松的融到资，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一个很低的成本呢，就可以把全世界投资人的钱都弄到手上，然后就把这些钱拿去烧，拿去研发这 AI。而研发 AI 最重要的就是显卡，就是晶片嘛，所以全世界投进去的钱大部分都拿去买这个显卡了。也因为这样，卖显卡的 NVIDIA 和 AMD 股价呢就无脑的暴涨了。这像不像当年大家都去这个旧金山挖金？去挖金的人呢，能不能挖到金我们不知道，但卖挖金那个铲子的人呢，却发财了。也就是说，当大家都相信美国是最有可能完成 AI 革命的，所以钱都砸进去美国了。然后美国能不能完成这 AI 革命我们不知道，但卖显卡的就发财了。这就是资本的游戏。这游戏这局呢，我们散户就只能从事后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拥有的资讯和消息呢，永远都是落后，甚至是大户希望我们看到的。如果说今天你用大户的方法和思维去投资的话，就等同于一个小孩穿了大人的衣服一样。而我们散户真正可以做的，其实不需要去分析什么财报、基本面之类的。我呢，从来都没有看过，但我们去年其中一个团队的投资账号回报也有80%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股票就行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 GOGE， 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了就赚走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钱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今年准备要下架之前走进这个股票投资班了。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给你。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
那么现在你会发现，美国的科技大佬他们一起同一时间的出来，把自己的这个护城河给拆了。他们主动告诉你，因为 DeepSeek 的出现，让美国的 AI 发展只是领先中国3到5个月。为什么呢？重点来了，所以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告诉你 DeepSeek 这个东西是什么了。所以那些专业的无聊的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下什么是对我们赚钱有用的。简单来说，这个 DeepSeek 呢，就是跟 ChatGPT 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中国研发这个东西呢，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显卡和晶片。你美国研发 ChatGPT 要1000亿，中国可能只需要50亿，就1/20就可以做到跟你效果一样的模型。而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 DeepSeek 现在已经直接免费开源了，也就是说，它直接把研发 DeepSeek 的代码公开给了所有人，而且1分钱都不要。这代表什么呢？你想一下，当初美国的 ChatGPT 是烧了无数的钱才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有演算法了，一直以来呢都是美国 AI 的护城河。但现在中国 DeepSeek 做的就跟你差不多了，但他们呢却直接把自己是怎么研发的，所有的代码都免费公开了。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人，你想要去研发这个 AI， 你不需要自己花钱去招人才买显卡，你只需要把 DeepSeek 公开的这个代码拿去复制粘贴，你就可以做出这个模型了。而且你并不需要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你只需要去买2张 NVIDIA 的显卡，就可以在你自己家的电脑把这堆代码和最先进的 AI 模型运作起来了。还有 ChatGPT 进阶的版本呢，它本来每个月是要收$200的，但是同样的功能呢 ，DeepSeek 基本上跟不用钱一样，让你随便拿去用的。听不懂的那就再简单一点，你这样理解 ，ChatGPT 研发的时候呢是烧了很多钱嘛，所以它研发出来之后呢，自然就不会告诉你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对吧？而且你要去用它最先进的那个版本，你是一定要去花一笔钱的。但是现在这个 DeepSeek 它研发是不怎么花钱的，所以它就可以卖得很便宜。而且它是怎么研发的，所有的秘密呢全都告诉你了，你直接拿去用。然后你现在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这套模型运作起来。也就是说 DeepSeek 的这个举动呢，直接把研发 AI 的这个门槛降到很低了。这其实就代表了美国 AI 在演算法在这个模型的护城河已经被拆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好像你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个戒指，准备跟你喜欢的人去求婚，结果当你跪下来的那一刻，你旁边就有一个人，他正在给所有的路人免费的送戒指，而且他送的戒指呢，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去买了一个免费的东西啊。同样的，全世界砸了这么多钱进去美国的 AI， 但现在告诉你，你根本不用砸这么多钱进去，因为中国的 DeepSeek 就是免费的。这是不是等同于投资人拿了天量的钱去买了一个不收钱的东西啊？所以美国的科技股呢，直接就蒸发了1万亿了。听到这里，重中之重就来了，我们去思考一下嘛，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大佬他们要主动提起这件事情，而且是同一时间了？难道你知道我知道他们就不知道，只要这件事情曝光，美股就会瞬间暴跌吗？整个网上都没有人讲过。DeepSeek 其实不是今年才发布的，它其实去年就已经发布了。所以这个东西它的技术的能力是怎么样，美国的科技大佬，就是这些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的人，会不会现在才知道呢？就是其实这些美国的科技大佬，如果他们不讲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也不会去关注的。但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去提这件事，现在反而要去提呢？你去搜一下嘛，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黄仁勋、贝索斯、巴菲特之类的大佬，他们去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卖股票。听到这里是不是就能听懂了？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今天我的竞争对手快要追上我了，我作为这家公司的老板，我会不会主动的向全世界说啊，我公司快不行了，快要被对手追上了，你们之前投资给我的钱啊都拿不回来了？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你会这样做只有2个可能，第一呢就是你已经疯了，第二呢就是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局。如果你明知道股价会跌，但是你早就已经在高位卖掉股票了，那么股票下跌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既然你在100块把股票卖了，现在股票跌到了80块，你再把它买回来，这里面你是不是赚了20块？而这呢只是最表面的，我们再去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我把 DeepSeek 制造成一个假想敌，全世界的投资人到底是会投更多的钱进去美国，还是说把钱都取走了呢？就是今天你去等公交，按照平时呢，你等5分钟，这个公交就来了，但现在你等了8分钟，它还不来啊，那么你会继续等下去，还是说会换其他的交通工具呢？
我告诉你，人性呢就会继续的等下去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又等了8分钟了，如果现在走的话，万一这个公交马上就到，那怎么办呢？可能还有1-2分钟就到了，对吧？所以现在也一样，你都投了这么多钱进去美国 AI 了，可能再多投一点钱，这 AI 就完成革命了。你现在就走，不就是把之前的钱都浪费了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DeepSeek 的这件事情只是代表了中国发展 AI 变快了，可能只是落后美国3到5个月了，但是中国 AI 的技术超越美国了吗？还没有啊。中国能不能超越美国还是未知数啊。所以这并不是资金要撤退的理由，反而投资人是不是要投更多的钱进去美国，然后再一次的把发展速度的差距重新的拉得更大啊。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会引起美股的波动，但同时也会吸引到更多的钱再一次的去投进美股，因为这个世界出现了假想敌之后，反而可以团结盟友的力量，一起去制裁中国，然后加快美国 AI 的发展了。所以我并不会认为 DeepSeek 的出现会刺破美国的泡沫，反而如果美国不降息，甚至重新升息，这样美股崩盘的可能性更大。这些想知道的留言告诉我。所以很多人问我美股会不会反弹，比如说 Nvidia， 你会发现它前2次碰到这个紫色通道底部的时候呢，就出现反弹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一样的，它也真的出现反弹了。那么我们自己呢，就会在这里买进，然后比如说它这4天反弹了10%，那么我们就会卖出一半，甚至全部卖出，获利离场。这就是我说过很多次，在美股这么动荡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策略就是打游击战，快进快出，赚到钱就跑，赚到钱就跑。就是我们打麻将，我们不做大牌，但透过连续的胡牌积小成大，我们呢也会有很丰厚的利润。这种打游击战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市场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跑，随时保持最弱的现金。打你一拳了我就跑，我打到你，你却打不到我，给你玩消耗，同时也不会错过市场的一些涨势。那这就是我在美股的策略。但是关注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半年前左右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卖掉一部分持仓比较久的美股，进场了港股。而港股我玩的股票也不多，就一只叫小米。当时很多人都在笑我说卖美股买港股是傻子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小米突破20块左右进场，半年不到的时间现在股价是42块，我的利润呢就接近1倍。这些都是有影片证明，不能造假的。那我讲这些不是想要炫耀什么，而是想要告诉你，美国去年那些金融大佬就已经卖股票，降息之后呢，很多钱其实已经流进去港股的市场了。虽然说港股大盘当时还不是很好，但我们可以留意到，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龙头股了，也就是受资金追捧的股票。所以大家也发现了，美国在去年下半年不再是我们最喜欢就是闭着眼去买都能赚钱的牛市，而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动荡的时候。所以我在美股的策略呢就变得小心，就是去打游击战嘛。但是对于当时才刚开始上涨的港股，我们反而是愿意持有更长的时间，给它更多的空间了。但是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没有注意到 DeepSeek 的出现，也不会去看什么财报。但是我们去年下半年呢，依然可以选出比台积电、比 Nvidia 都涨得要快的股票，比如说 Tesla、GoDaddy、台股的2345、智邦。就是很多人买股票呢，都是单纯看感觉，没有标准，没有条件了。你这样在股市里面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不仅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你买到了都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潜力的，甚至很容易就出现你一买就跌，一买就亏钱了，就算后面涨上去，但又很快跌回来的。所以选股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有规则、有系统去选的。详细的，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这个免费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了，因为之前这个免费投资班就出现过爆满，然后没有办法再观看了。好了，美联储停止降息了，美债卖不出去的问题到底他们要怎么解决？我们的股票市场接下来又会怎么发展？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